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花少妻李沁被罵亂花錢背鍋1年，最近真相才曝光，你說冤不冤？今天我們來聊聊一個人，李沁，並不是在談論她的美貌，也不是在談論她的演技，別人聊爛了。今天我們來聊聊一些讓人感到心酸的事情。一個安安靜靜的工作的人，又是怎樣被這個圈子活活地逼成了背鍋俠的呢？2013年8月16日，在網絡上曝光了李沁10年來在昆曲上的刻苦練習情況。8月17日的時候，陳哲遠給對方剝了荔枝送到嘴邊，又上了熱搜。8月18日，參演票房達到76.59億元的稿件到處都是，熱搜不斷，看看風景吧。但是我要說一句很難聽的話，所有的熱搜都沒有一個他喜歡的。讓其翻紅的是去年在《花與少年7》中受到的一系列委屈，被一個素人張雅琪坑了1年多，現在終於洗清了冤屈，這是太諷刺了。從小學習昆曲歸門旦，獲得過戲曲小梅花金花獎，差一點就成為第5代杜麗娘傳承人。一個拍了10幾年的作品很多，但是從來不炒作，從不撕番，也不拉踩的演員。參演電影《戰狼2》，獲得76.59億元票房收入，並且沒有楊紫的名字上榜，但是他還是榜上有名的一個隱形贏家。結果呢？被一個素人在1年裡給坑了一把，直到現在才等到一句姍姍來遲的真相。你認為這個圈子裡面的人是不是得了什麼病呢？把當時發生的事情進行一次復盤。第一件，在挪威站的時候，李沁看到財務張雅琪熬夜做賬很辛苦，於是自己掏錢給整個隊伍買了早飯。結果張雅琪被踩的時候來了句出於好心4個字，就讓李沁在全網上被罵成了越權亂花錢的冤大頭。出於好意，自己掏錢，體諒別人的辛苦，結果就成了罪人。第二件，尼羅河接駁車坐不下所有的人，李沁被落下晚到幾分鐘。去掉開頭的部分之後，就變成了全團都在等他的一個人。他感到很內疚，在結束的時候還向導遊張晚意道歉。他一人承受了所有的壓力，但是問題並不出在這個人身上。第三點就是最離奇的一點了，張雅琪把2萬元挨棒行李費記錯為20萬，虛報了7000元房費，並且制造出經費枯竭的假象。最先發現並逐條核對賬目的人員就是李沁。正片裡呢，李沁糾正錯誤的畫面都被剪掉了，觀眾所見到的是經費不足，有人亂花錢的情況。誰是靶子？李沁這個人很安靜，從不在人前喧嘩。你說巧不巧？剪輯刀非常準確地避開了一切真相，只剩下可以讓觀眾罵人的片段。然後呢？張雅琪參加過中餐廳一食，並且把6萬多元泰銖的營業額錯誤地申報為可以分配的結餘，在節目播出10週年的時候第一次出現虧損的情況。回頭一看花少妻的賬本，全都明白了。其實1年前被全網罵的那個家伙，就是唯一的一個人認真地進行了對賬工作。其實被批評亂花錢的那個人，就是唯一的一個人自己出錢給團隊買早飯的人。其實被批評耍大牌的那個人，就是一個人默默的工作，並且從不為自己辯解的人。好人背鍋1年，犯錯誤的人很容易就翻篇了。恕我直言，並不是只有李沁一個人在經歷着這場悲劇，這已經是整個互聯網結構上的問題了。碎片化的時代裡，並不需要知道事實是什麼樣子，只需要有一個發洩情緒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李沁很安靜，並沒有回擊的意思，看上去很容易被欺負。罵人不用付任何代價，節目要具有一定的戲劇性。
並且要有個可以釋放負面情緒的目標。截取買早飯的場景、晚到的畫面、經費緊張的結果等，但劃掉他逐條核對的鏡頭，整套完整的故事也就這樣結束了。並不是因為有人誤解了他，他就是經過精心設計成為靶子的人。想一想，在工作中誰會默默地填補空缺的地方，到最後會不會經常被推到風口浪尖上呢？在家庭中總是會忍讓別人的一位成員，在很多時候是否會被認為是造成矛盾的原因呢？在互聯網上默默工作的那個人，是否是最早被推出去擋箭的人呢？這並不是偶然發生的，而是由於人的心理狀態所造成的。李沁喜歡自我解釋，別人誤解他的時候不辯解，把別人犯錯誤吞下去當作自己的錯來消化。最容易被犧牲的人就是這樣的，不會主動挑起爭端，不會主動去解釋事情，也不會把責任推給別人。他們默默地工作着，默默承受着，默默消耗着。有人說，為什麼他不解釋呢？為什麼不反擊？你們錯了。他解釋了，他反駁了，他以另外一種方式。2026年上半年，他並沒有通過一檔常駐綜藝節目來制造話題，也沒有經常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。在此期間，他只出現在了現實題材電視劇《人間有味》的拍攝現場中。6月6日，《慶餘年3》宣布殺青；6月8日，《人間有味》全劇殺青。緊接着就是一些要播出的作品，《醉夢鹹魚》飛升他殺。他不吵也不鬧，一出戲接着一出戲的拍攝。陳道明在2024年的那次採訪中所說的話，在今天看來簡直就是預言。演員要沉下心來，多接觸生活、工作中的各種情況，並且把這些經驗積累起來，最後再把這些經驗運用到自己的創作當中去。李沁沒有隨着行業的變遷而改變自己，他排除了雜念，把眼前這出戲認真地拍攝了下來。這就是他所做出的回擊。去年7月29日，李沁花少被指背鍋衝上熱搜，經過考古才知道自己錯怪了人，事實已經大白，道歉也已經做好，但是姍姍來遲的正義依然是正義嗎？他等了1年，還有很多默默無聞的人，也許他們一生都無法等到那一天的到來。李沁今年34歲了，在16年前就出道了，參演電影《戰狼2》票房達到76.59億元，昆曲10年功底，金鷹獎最佳女主角候選人的身份。但是她最出名的一條熱搜，其實是因為被冤枉而產生的。你認為是她的問題，還是整個圈子的問題呢？評論區聊聊。